我老公要去人民大学做一个演讲，在家狂背中国古诗词，那古诗词让他背的呀，我求你一定看到最后，俺家阿姨都让他气辞职了。他呢是被邀请去一个关于中西方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，本来呢人家就是邀请他去参加这么个仪式，但是他领导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说很可能啊会问到你，那你就发个言，讲两句，你呢重视一下，准备一下。其实人领导也知道他汉语不好，压根就不需要他说多复杂的话，但是他自己呢想表现，就是要表现他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充满好奇，乐于探索的。我这边工作呢，他来我公司找我，就非得让我帮他准备。我说那中国古典文学你得从四大名著说起吧，那四大名著都有啥呀？他说孩子有的小猴子，什么玩意儿？还有的什么？我才明白是《西游记》。我说还有啥？他说还有那个甜心找不到我，别人就是匠心。到这儿四大名著在我心里我已经彻底放弃了。我说要不然就这样，你整个讲话你用英文说，你话说完了你加两句中文，这样就能表达你的诚意了。他说那你就教我两句在这个场合非常合适的中国古诗词，我背一下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还有一天准备时间就要讲话了，所以他心里非常紧张。他越紧张他越听不清我说的啥，他在不知道啥意思。哎呀妈，给我们气的呀！莫愁前路无知己，不知前路无知己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路漫漫其修远兮。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我在上下找厕所。他还在精心准备要去参加活动的衣服，一边裁衣服一边还背词儿呢。我心里想，怎么能让他放弃呢？就别背了，就穿的立立正正去，一句话别说，是他最好的出路。你看，别管什么衣服，俺家新换的石头洗烘一体机 HEL 都不在话下，自研的分子晒烘干，先吸水后低温柔烘，烘完就可以直接穿。还有这台迷你洗衣机 M1 Peer， 内外分开洗更卫生，两台加起来只要4000加。最后我啥也不教他了，我说你就到那就别说话。他还挺难受，找俺家阿姨去了。俺家阿姨说，你要是学那古诗词，那我也不懂。但如果你就想表现你了解中国文化，那你就跟你同事跟你领导没事唠唠属相啥的，这不是很中国文化吗？一般老外也不懂。大发媳妇一听，对呀，就非让我家阿姨现场教他怎么开启这个聊属相的话题，他好赶紧学。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要上台演讲去了，他就剩几个小时学了，越是剩几个小时他越紧张，他越紧张他越学不会。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，教了10分钟，俺家阿姨给我发了一个视频，说采人我不干了。我让你老婆看看你学的怎么样。OK。你领导属什么Maybe Tiger。你可以跟他说，我属老鼠，你属虎。我是老鼠，他是虎儿。老虎，老虎。你属虎。我是老鼠，你是猴。你是虎，老虎。我是老鼠，你是猴。老虎。老虎啊！你们老板有没有问你属相？你属老鼠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谁是狗？我属老鼠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谁是狗？我属老鼠，你属虎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你是老虎，谁是狗？我属老鼠，你属虎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你是猴，谁是狗？这谁教的会呀？我可教不了他，我可教不了他。你们俩别说话了。这个家呀，没有张家铁真得散。我带着我公公婆婆出来旅游，才1天，我公公现在说啥要找个中国老伴。我们先到了西安，因为我公公布莱恩想看兵马俑，我比他们晚到1天，我就把钱给温迪了，让他订。温迪觉得120块钱一张票太贵了，自己上网找了个兵马俑平替，门票20，第2天就给大伙全拉去了。到了地方，布莱恩就产生了第一个疑惑：这个世界闻名的景点咋没人呢？别想了，往里走吧。布莱恩陷入了第2个疑惑：这国外新闻里看着的兵马俑也没有这么多彩灯和高科技呀。再往里走，布莱恩的第3个疑惑：这价值连城的兵马俑，导游竟然告诉布莱恩可以随便摸。这不对了，这太他们的头都是可以动的，因为是多放钱。我厉害。到这儿，布莱恩彻底明白了，这都是温迪干的好事儿，这已经让布莱恩心里很不爽了。但是还好，西安有很多好吃的，给布莱恩香完了。但是温迪非让布莱恩陪他吃啃某鸡。以前的布莱恩吧还会哄着，但是看完假兵马俑，布莱恩成了真爷们儿。头1天还顺从呢，今天突然鼓起勇气告诉温迪，我要吃凉皮儿。温迪说，我要吃炸鸡。你是我老头，我老头就要陪我吃我喜欢的东西。布莱恩说，要不你就换一下你喜欢的东西，要不你就换个老头。温迪气得扬长而去，自己吃鸡去了。第2天我们又出去吃饭，温迪说要喝冰水，这餐厅没有，温迪就让布莱恩必须领他出去买冰水。温迪在那边，我要冰水，我要冰水，我要冰水。布莱恩助听器一摘，热水一倒，任温迪说啥都听不见，给温迪一个一条龙服务。真香，哎呀！
饭吃完一抬头，温蒂没了，完全找不着，我们都着急了。我让布莱恩找，布莱恩说我不找，有缘分，北京见。 We will see her in Beijing then. 我说北京见啥呀？我还在他手上呢。我们就开着车沿路找啊，转了2圈，最终大胖媳妇在一家冷饮店的玻璃窗里看到了被拐儿童张大铁。不出门吧还不明显，一来中国这俩人是花钱吃喝收拾屋啥都别进。比如做家务时候，温蒂就拿吸尘器，布莱恩已经熟练整上云鲸洗涤机，用完你歇着，他把剩下活全干了，缠头发自己剪，滚刷脏自己洗。S3 Island 超自律，以前大胖媳妇见着污水箱就跑，云鲸直接自律管理，不发臭，完事一拎一扔，看这地板锃亮没水渍，回到酒店直接就吵起来了。 Eat whatever you want. I will just go somewhere else and I will meet you later. Fine, go there. What do I care? You're messing everything up. You're messy. I wait and I wait and I wait while you eat all the spicy food. Listen， 你们俩别说话了，谁要说话先举手 ，OK？ You like Chinese food? I like Chinese food. Don't 称句就行。You no like Chinese food? A little bit. Some things. You 可以饿着。 Cheese off the pizza. I eat cauliflower. It's bad. Difference between spice and 拿出你为什么生气呀？受不了了，他俩太幼稚了，太幼稚了。哎，你说外国家长孩子大了不找对象会不会催婚？也会。温蒂已经把大胖媳妇逼到相亲角替他妹妹物色对象去。温蒂的大女儿就玛丽莎嘛，31了，在加拿大的海洋馆工作。前段时间处了个对象，是个华裔。温蒂这心里啊挺喜欢，因为华裔的男性给外国人的整体印象是勤劳工作、攒钱养家。但是后来呢，俩人没成，挺可惜的。然后玛丽莎呢，现在就在海洋馆里天天跟这海豚唠嗑，加班不回家呀，就跟他待着。温蒂就着急呀，所以上次来中国就问大胖媳妇，你看这儿全是华裔，在这儿找合适的呢。大胖媳妇说找对象可难了，你看咱自己家人啊，我有话就直说，我肯定爱我妹妹，但是客观来说，她没房没车，赚的不多，心宽白又胖，爹妈靠不上，咋找？温蒂说你说的不是你吗？不是你吗？你咋找着了呢？温蒂不理解，他就说我想起来，在中国有一个奇观，就是从故宫出来，在公园里有个相亲角，那么多老头老太太，7老80的了，都搁那找对象。我女儿这么年轻，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？大胖媳妇说那老头老太太是去给孩子找对象去了，不是给自己找。玛丽莎想找，也得老人先去。温蒂说那你就先带我去呗，反正你现在长得也不年轻，不年轻。大胖媳妇还真去了，到那跟我说，我想了，咱们把格局打开，在这个硝烟弥漫的地方，大家都在拼啥？拼我有什么？那在这个领域上，我们肯定是没有胜算的，我们就得换种打法，另辟蹊径，拼我不要什么。虽然我啥也没有，但是我啥也不要。反方向的卷吗？反方向的卷吗？然后旁边就站个阿姨替他女儿来的，举个小牌，上面是他女儿信息。真的啊，女32岁，海归博士，高薪职业，有房有车，父母能给带孩子。然后底下对男方的要求是这么写的：男1.68米以上，大专以上学历，身体健康。没了。我给大胖女儿读完，她都惊了，就真有豁得出去的，我咋不信呢？哎，这属不属于恶意竞争啊？恶意竞争啊！然后就来个老头替他儿子来找对象的，就搁这看了一眼那女博士的，又看了一眼玛丽莎，然后问这个是不是体制内呀？大胖媳妇说在动物园工作算不算呢？大爷说算，是北京动物园还是国家动物园啊？大胖媳妇说那肯定不是北京的。老头一听，马上薅走了玛丽莎的简历。我说完了，这老头以为你妹妹在国家动物园呢。大胖媳妇说那他也没问哪个国家呀。老头都走了，大胖媳妇还捣鼓呢。咋赢的呢？人家是海归，咱这个只有海都没归。还有这工作是不是体内？啥意思？玛丽莎是喂养海豚，那可不去体内喂去。但是最后呢，就是有感兴趣的，但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利好消息。然后我就跟玛丽莎说，我说你要真有心，咱下次去的时候信息就得写详细点，什么车啊、房啊，很多人也报身高体重，这可能都得写。玛丽莎倒是很真诚，我身高1.61米，体重1。我说哎呀妈，你太真诚了。他说没事儿，我8月份不去中国吗？我到中国就瘦了。我说为啥呀？他说我看中国人都很瘦啊。我说这是啥逻辑啊？那你没看着你哥吗？那要照你这么说，你直接去阿富汗，到了就是石油公主，石油公主。但是他呢，还是有心就捯饬一下，就是靓丽一下的。温蒂说这得你们帮忙。我的同事小蛋推荐了薄荷健康21天全餐，人家把一整天热量计算好了，吃啥都安排清楚，还顿顿变花样，都是中国人口味。我说薄荷10年前我就用过，他家还出了餐食，这可太适合懒人了。大胖媳妇呢就觉得希望不大，不怎么努力。温蒂自己非常要强，给我设计了一个模板，邮件发来了，说我儿子不努力，他带去那玩意儿就没有设计感，感觉这人不用心。你看我设计的，你到时候就用 A4 的白纸给我打出来，别的话别说，中间就放一个玛丽莎的大照片，咱长得挺好看的，底下就2行字儿，玛丽莎。一个爱笑的女孩，你看我这个设计还不是说纯白纸，你看周围我还设计了一圈小花，到时候你就往出一发，咱要求的也不多，就详聊呗。我说哎呦我的妈，你这要求的是不多，但是你要的别人也不敢给呀，不敢给呀。